他希望这样做可以化解这个孽。王振宇终于都知道了。小刚，季修，来爸爸这儿，来爸爸这儿。我叫你不要来香港，很容易出事的嘛。我不是想烦你，我惦记儿子，想见他，见他一面我就走了。季修，叫爸爸。1年没见面，不认识爸爸了。乖了，叫爸爸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老爷，上来了。来姐，是带季秋回房里。哦，我要弹琴。不准弹琴，回去。季秋听话乖。公公，哎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什么事啊，爸爸？没你的事。好好的发季秋脾气干什么？你从来没骂过他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来姐，是，什么事啊，老爷？明天叫人搬走这架钢琴，我不想再看见它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你说季秋喜欢弹琴，所以特意买钢琴给他的。以前啊，我是无知，所以被人骗。现在我清醒了，不会再被别人骗了。谁骗你了？总之呢，以后我1分钱也不会花在这个孽种身上。什么孽种啊？那是你的孙子。说到底，你是看我没出息，一事无成，连累你嘛。就算是我真的没用，不争气，你也不要发泄在孙子身上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总之我以后回来，别让我看见他。王振宇知道儿子不是他的时候，就马上打电话给律师，他要改遗嘱啊！不行啊，他会把全部的遗产都给佩文，他答应过会给我1半财产的，我不能什么都没有啊！所以你就布局杀人？不是啊，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，是他逼我的。我不能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是拿回我自己应得的东西啊。公公，公公，哎，别乱叫，我不是你公公。從眉頭和動作分辨，何謂潛藏內心惡念，在迷惑裏拆穿，看着誰在瞞騙，最終發現故事隨着我預計發展，虛偽面目無論裝得再好，心中還是有數。謊話就是無論編得再好，總捉到你的腦。這樣用力逃避一種眼神，其實你已敗露。不靠着情報，我多可看到。假若罪行誰在掩飾也好，心中還是有數。虛偽面目無論裝得再好，偏欠缺深度。這樣用力逃避一種眼神，其實你已敗露。不靠着情報，你心虛我知道。一会儿见，杨小姐，拜拜。王太太，很久没见了。是啊，我最近比较忙。今天想做 facial 还是 spa 呢？啊，对了，你们最近是不是在铜锣湾那儿开了间新店啊？新会员是不是有折扣啊？是啊，只要参加我们新店的特级美容或者纤体疗程，就可以用优惠价成为我们的永久会员。那能不能帮我转过去啊？不好意思啊，王太太，因为这个优惠只给新会员的，而且你还有很多套票没用啊。你帮我取消就行了。
这样很浪费的。无所谓。哦，我正好有几个朋友住在那边，我想跟他们一起去新店做，也有个伴嘛。好，请你等一下。嗯。啊，对了，个人资料是不是不小心删除就没有了？是啊，所以我们会很小心的处理客人的资料。Sorry 啊，我赶时间，要不你帮我拿几盒保湿面膜，我过几天再来转。哦，好啊，请你等一下。嗯。别客气，我也想尽快帮警方抓到凶手，凶手就在附近，是吗？来，他就是凶手。你可以删掉所有对你不利的证据，但是你不可以删除掉你曾经犯过杀人罪。你们怎么会知道是我？其实从你烧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怀疑你了。本来烧幅画给先人，希望他的灵魂得到安息，是人之常情。但是那幅画上百万，你竟然烧得那么从容，那么就不能够用常理去解释了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烧画的人内心极度不安，很想帮自己或者死去的人做一些事，所以上百万就一烧了之。我很害怕。我每天晚上都梦到他，他不停地问我，为什么我要这么对他？为什么我要杀他？这也是我们想不通的，到底你有什么杀人动机？我们看了很多之前在画展的片段，希望能多知道一些你跟王振宇之间的真正关系。4年前，王振宇带你来香港，他很想培育你成才，但是你们的关系超越一般师徒。可是在你跟他儿子结婚之后，你跟死者的关系突然变得很陌生。虽然你跟我们说过，你老公王晓东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，一点小事就很容易激动，但是这个解释完全不能令人信服。这个只是一种掩饰，烧画，关系变得疏远，令我们开始怀疑，你跟王振宇是不是有不伦的关系？除了你之外，王晓东还有王佩文都有杀人动机。于是我们请了玄灵子特意帮我们设了个局，看能不能引凶手出来。你们3个之中，王晓东的反应最大，他很抗拒我们继续占卦，所以我们曾经怀疑他是凶手。但是当我们看录像，发现他发脾气之前，你曾经碰过他的胳膊。你这个动作是显示出你老公的决定还是完全受制于你的。其实最不想沾出谁是凶手的人就是你。你很聪明，之前装成一个男人在银行的闭路电视出现，使我们一直以为凶手是个男人，但是后来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令我们觉得凶手很可能是个女人。是什么动作？凶手按键的时候刮花了指甲，他下意识地看看自己的指甲，就是这个动作出卖了他。凶手看指甲的习惯是把整只手伸直了看，这是女人看指甲的习惯，所以我们肯定凶手是一个女人。其实你已经很聪明了，你知道王振宇晨运的地方有很多偷渡客和打劫，还有伤人，你就先误导我们，让我们以为那个凶手是偷渡客，你又假装不会按机拿不到钱，使我们相信凶手不会用提款机。可惜就因为你算得太仔细，又怕留下指纹，反而让我们察觉到凶手是想误导我们去一个错的方向。一般人按键应该用手指头，但是这个人用手指甲戳在键盘上。是啊，他不想在上面留下指纹。但如果是偷渡客，根本不会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没记录。虽然那个凶手可能是你，但是这只是推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家
看到一幅不完整的图案，它让我想到怎么样破案，怎么样引凶手入局。如果想得到完整的图案，就要先把空白的地方填补，再加上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就可以引凶手入局。这卡是不是你的？你们是不是在提款机那儿捡到这张卡的？卡是我们在警局捡到的。那天你老公王晓东在警局狂性大发、袭击姚瑟的时候，混乱中你的卡掉了。我就这张卡做饵，引你上钩。我们再看提款机的录像，发现曾经有个男人跟凶手擦身而过，于是我们找临时演员装成那天的凶手，还叫他模仿凶手走路的姿势。为求逼真，我们还找到那天跟你擦身而过的那个男人，请他拍这段短片。短片从你去提款机提款，到你转身走，跟那个男人擦身而过，到那个男人去提款都是真的，但是之后那个男人蹲下来捡那张卡，然后转身去追，就是假的了。还有我所谓的天眼也是我虚构出来的。我怎么没有看出来？因为我早就吩咐下属到录像剪接的位置，故意把笔弄掉，挡住你的视线。我一直都在注意你的反应。当你看到那个男人蹲下捡那张卡的时候，你很害怕，因为你知道那张卡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，证明你就是去提款机提款的人。如果你不是凶手，就算你看完录像也不应该有什么反应。就因为你做贼心虚，所以你马上去先体公司删掉所有对你不利的证据。王太太，我希望你跟我们合作，说出真相。为什么你要杀死王振宇？我们是5年前在杭州认识的，他很照顾我，他很疼我，他教会了我很多画画的技巧。他说我很有天分呢，将来在画坛一定会有一番成就。虽然他的年纪大我很多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在一起很开心。让我来介绍啊，这位是万有集团主席陈万有先生，这位是我小徒范小丽小姐。这个画展全部都是她的作品。虽然我知道他有老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介意。我不要求什么，我只是想他对我好而已。谁知道来了香港没有多久，他就逼我嫁给他儿子。我儿子真的很喜欢你啊，他为了你茶饭不思，要生要死，痴痴呆呆的。我怕他做傻事伤害自己。你要我怎么样啊？他已经40多岁了，又没做过事，一事无成，脾气又暴躁，没有女人喜欢他。你可怜他，嫁给他吧。我不介意你年纪大，我不介意你有老婆，我为你牺牲了这么多，只希望可以留在你身边。但你竟然叫我嫁给你儿子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当时我真的很生气，我恨他为什么要我这么做，为什么要这么说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你要答应王振宇嫁给王晓东呢？因为当时我有了宝宝。宝宝是王振宇的，是我初恋情人小刚的。喺我同王振宇一齊之前，我已經有一個識咗好多年嘅男朋友。我跟王振宇一起后，我跟小刚还有来往。直到我来香港之前1个星期，我才跟小刚分手。接着呢？我打了王振宇1个耳光之后就跑了出去。我离开酒店之后，突然觉得胸口特别的憋，很想吐。那时候我以为自己
公公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很后悔，你原谅我。原谅你？哼，你骗得我好苦啊！我经常以为自己造了孽，所以季修体弱多病。原来我是个傻瓜，帮别人养孩子。公公啊，你相信我，我跟你来香港之前就已经跟小刚分手了。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已经有了他的宝宝，我怕你知道会不让我留下，我怕我会失去一切，所以你就顺水推舟，让我背这个黑锅啊！哼，我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我发誓。你不用发誓，如果你不想被阿东打死的话，你最好跟你的孽种自动消失。不要，公公不要啊！只要你让我留下，你要我干什么都行啊！什么？你还想留在王家？我告诉你吧，我就是把粮食喂狗吃，也不给你这个贱女人。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。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会杀人，当时我真的很怕，但是我叫自己冷静。我知道附近山上有很多非法入境者，所以我就决定嫁祸给他们。要说的我已经全都说了。我们会正式落案，控告你谋杀。喂，姚 Sir，玄师傅怎么样？有没有空啊？我有事要找你。哦，好啊，恭喜你成功破案。谢谢。你找我来，不会只是为了恭喜我吧？是不是？你记不记得对我的承诺？什么承诺？上次你来找我说要投资春晖园，不过条件是要我帮你找出真凶。这场戏我已经帮你做了，你也成功破案了。姚 Sir， 我想你会兑现你说的话吧？坦白说，我很想投资，但是万一中途我要退股的话，我又怕像王先生和陈先生那样遭遇，之后你又会被人怀疑是凶手，连累